他大概知道了这是表现好感的一种方式，对大家说：“谢谢大家。”到中午差不多12点的时候，他结束了直播。前晚看了下后台的收益，他一共播了将近2个小时吧。贝贝，你知道你刚才赚了多少钱不？听到他喊他这个称呼，他的眸子瞬间亮了。多少？除去平台分成，到手3000多块。就像今天早上吃的鸡蛋，一个是1块，一个普通人点一份午餐，差不多是20块。太好了，可以给婉婉买好多好吃的了，证明朕在这里也是有能力赚钱养婉婉的。在他的意识里，丈夫养家养妻子是天职，无论这个妻子多有钱。秦婉的心里微微触动了一下。这时马叔叔带着冷冽过来了，4人一起坐在小餐桌上吃饭，看着精致的摆盘，江北宇有一些小小的惊讶。你在公司还有自己的御膳房？是有个房间专门给我做饭的，那叫营养师。啊，我看到你今天开始直播了，嘿，感觉怎么样啊？马叔叔一直都没有什么尊卑观念，和他说话就是正常的朋友口吻。还行。哦，我看了下，数据挺好的，嘿，练练一下直播，下午呀，我让他试试。江北宇揶揄地看了冷冽一眼。哟，烈烈。冷冽低头扒饭，根本不敢抬头。冷将军，看见没有？那轮船好大，船上还建了房子，1、2、3、4、5，有5层呢。那是观光游轮，里面有餐厅，有酒店。江北宇望着波光粼粼的江水和川流不息往来的大船，好奇地对秦婉说：“这没有看到有桥，江这边的人怎么到对岸去？”桥是有的，不过不在这里。那往前2、3公里呢，那个地方有个码头，可以坐轮渡过去，10几分钟就到了。20多年前只要2毛钱，现在是2块。不过现在大部分人都不坐轮渡了，都坐公交或者是地铁。公交朕知道，何谓地铁？地下有铁？这滔滔的江水了没有？你能想到这江水底下挖了一条长长的隧道，能直接通到对岸去？谁能想到啊？想不到。在他的时代，这么宽的江面，别说挖隧道了，就连建一座桥都费劲儿。婉婉，朕想坐地铁。哎，冷冽有没有偷偷问你关于我的事儿？哦，我还奇怪呢，没有。真没有？啊，那如果冷冽问我关于你的事儿，我怎么说啊？那如果他真的问了你，你就让他直接来问我吧。好。他们在干什么？啊，拍婚纱照啊，就跟古代成亲一样。在这个时代呀，成亲之前还要拍一套婚纱照摆在家里，见证爱情。我们拍一套摆在我们寝殿里。江北宇一转头，深深望向了秦婉。婉婉，该回公司了。转身，一只只白鸽扑腾着翅膀飞了起来。江北宇回头看了眼，看见那身穿着黑色西装的男子在摄影师的指引下单膝下跪，虔诚地望着穿着婚纱的新娘。等等。然后跑过去和摄影团队说了些什么，留下了联系方式。回公司，马叔叔叫了辆计程车。冷冽坐在副驾上，用手机偷偷搜索，发现除了婚纱照，还有钻戒，便宜的几万，贵的几10万、上百万。他暗暗决定要把钻戒的钱赚到手，所以刚回到公司就决定要开始直播了。哎，哥们儿，你新来的呀？看你从舒姐办公室里出来的，和舒姐关系不错，舒姐介绍过来的。那是我媳妇儿。嘿嘿，你就吹吧，你能追到舒姐？再说舒姐一直单着呢，哪来的老公？吹牛不打草稿啊！冷冽蹙了蹙眉，不说话。
过了一会儿，他自己打开直播间，和镜头里的自己大眼瞪小眼。哎，不对，你这一看就不会直播，你要讲话，跟大家打招呼，找话题呀，别板着脸，观众又没欠你钱。啊，对，加点滤镜和特效。磕磕绊绊的一下午，冷冽也总算明白怎么直播了。见那人好心的教他，取下了手上的一个玉扳指作为答谢。哎，大哥，你这玩意儿帝王绿呀，要是假的一文不值，真的上百万，我敢收吗？收下吧，我府上还有很多。哎呀，那你留着自个儿玩吧。心想，他要真有那么多，也不用他苦哈哈跟他一样来做直播了。此刻季白还不知道，不久后得知真相的他即将拍断2条大腿。电影院里，秦婉和马叔叔坐在一起，2个男人坐在两边，人手捧着一份超大的爆米花。这是一部古装剧，里面免不了有一些打斗的画面和一些将军出征的戏码。冷冽看了，忍不住呼的一下站起来。这是哪里的军队？这是在把战场当儿戏。马叔叔连忙一把将他拽下来，捂住了他的嘴。哎呀，电影院内不得喧哗，这都是假的，看着玩玩得了。冷冽还是气呀。皇上，臣先告退了，这电影不看也罢。江北宇嗯了一声，这冷将军抖音还是刷少了呀。冷将军走了，刚好能和婉婉单独看。来到这里2天，感觉怎么样？商场逛了，直播做了，地铁坐了，电影看了，这里的一切对朕来说都很新奇，也让朕感觉到了江国对于这里的巨大差距。这里的一切都很便利，晚上灯火通明，不用仆人就有机器人扫地、洗衣机洗衣，出门不用带银子。这样的世界是朕从前连想都不敢想的。谢谢你，婉婉，遇上你，朕才有机会来到这里，认识这个世界。这一切只能说是机缘巧合吧。不过我始终不明白，这冷青青去了哪里啊？冷冽跟我们来了这里，发现我这么大的变化，居然没有反应。朕倒是听过关于冷家的一些传闻。什么啊？在冷青青6岁时，曾经意外坠马，后脑着地，人当时就不行了。冷家用重金寻了很多名医，找了很多方法，甚至是巫师给他治病。后来人又活过来，当时有人说是动用了什么邪术。这件事儿我也知道啊，可是都过去那么久了，跟现在有什么关系啊？那朕也不知道了。另一边，冷冽在卧房里抱着他的小娇妻，回想他今日盛装时的模样，再对照现在，只有一盏床头灯下的他仔细地看着。你还是我的媳妇儿叔叔吗？啊，我不是叔叔是谁啊？他们说你是单身，不相信你是我媳妇儿，说你很难追上，谁都看不上。姐是很难追啊，但姐也有姐看上的，不是吗？话音刚落，一个吻就落了下来，捻住了他那张红唇。接着，一只粗壮有力的手臂拉开床头柜的抽屉，却被一只纤细白皙的小手攥住了。啊，不用，更爽。第2日是周6，秦婉睡到日上3竿才醒。啊，醒了。秦婉怀疑自己起猛了，眨了眨眼，再仔细看了一看江北宇。你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你咋把头发剪了呢？朕买的假发套，昨天下单，今天早晨就到了，好快啊！冷将军看到了也买了一个，估计明天也能到。是你说要入乡随俗的，头发太长，和你走在街上的时候，总有人用怪异的眼光看着朕。这衣服也是你自己给自己买的？这个宽松点儿，穿着舒服。觉得这画面珍贵，秦婉拿手机偷偷给他们拍了一张照片。想不到你们还会包饺子呀，哼！你以为朕是个只会让人伺候的废人吗？朕小的时候，朕的娘亲就教朕学会织补、做饭，
这是生存的技能，因为未来之事是谁都不能预计的。万一江国有了个万一，朕身边没人伺候了，也不至于没有了生存的能力。那，你的娘亲呢？朕的娘亲，朕9岁那年就病逝了。后来，朕的父皇重新纳了熹贵妃为后，将朕过继给了她。9岁就没了亲妈，秦婉忽然对她有一点心疼了。不行，打住！啊，你们下午有什么安排？我陪叔叔去趟陵园，见一见他的外公和双亲，也让他们见一见我。秦婉点了点头。江小奶狗北语眼巴巴地望着他。下午你跟我去个地方。好。马叔叔和冷冽出门了，听到院子里传来跑车发动机轰鸣声远去的声音。都不问要跟我去哪儿，就不怕我把你卖了？卖，只要你舍得，你就把朕卖了。你觉得我会不舍得吗？接着他拿起了手机拨了个电话，看着他说：爷爷，您上次说的事儿，我这刚好有个合适的人，待会儿我给您带过去看看。哎，好。爷爷回来了？不是，这是我爷爷的一个朋友，中年丧子，晚年唯一的孙子也车祸去世了，刚巧和你一样也姓江。他一直想找一个人过继到他家，做他的孙子。你让朕当他的孙子啊？是啊，这是两全其美的事儿。你过继给他当孙子，他给你一个合理的身份，否则你连张身份证都没有。按照我们这边的法律来说呢，那就是黑户，连坐高铁、坐飞机的资格都没有。再一个，最重要的是你昨天赚了3000块钱，如果还想继续赚钱的话，那就必须要纳税。那也就是说，你必须得要有个身份才行。如果朕想在这边跟你成亲，拍婚纱照，是不是一定要有一个身份？你跟谁结婚都得要有身份证。好，知彼知己，你跟朕说一下那个爷爷的性格特点和相处的注意事项吧。老爷子名叫江龙，年轻时走南闯北，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人。手上积攒了不少的人脉、资源还有财富，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他人很随和，现在就是想要个孙子，你不用太多注意，有礼貌就行。对了，他平时很喜欢和我爷爷下象棋。当然，这事儿吧，还是要讲究一个眼缘的。今天就是带你去看看，最好是能让他认你。你在他面前就不要朕呀的了啊，大忌。如果他问起你的身份，就说和我是同学，父母都在国外，所以没有中国的身份啊。可是朕不想骗人。秦婉将车开到了旁边的公园，停下了。到了？没有，我只是想让你想清楚，想清楚了再做决定。先下车吧。反正呢，你来这里就是一个匆匆过客，玩几天就回去了，没有这个身份倒也可以。不高兴去的话，带你去市区兜一圈，我们就回去吧。那是什么？哦，那个叫摩天轮，小孩子坐的。可是朕也想坐，有没有大人也能坐的？有。朕决定了，朕和你去见那位江爷爷。那如果朕成功认了他做爷爷，作为奖励，婉婉可不可以带朕做一次这个？秦婉心想，他怎么跟个小屁孩一样的？再一想一下他的年龄，不就是现代大学生大3大4的年纪吗？只是最初相见时，作为帝王，他在众人面前扮得过于老成罢了。哼，你还不一定能让人家认你呢。老人家很喜欢朕，记得朕7、8岁的时候入宫，朕的皇爷爷一看到朕就很喜欢，说朕是最像朕太奶的那一个。记得当时朕的父亲还不是太子，而且还是众皇子之中最为体弱多病的那一个，可是突然就立了他当太子，条件就是
将来继位以后要立我为太子。后来，我父亲继位后没几年就病逝了，由我继承了皇位。你皇爷喜欢你，是因为你像家里人，外人可不会那样觉得。那，拭目以待。今天起来的时候，2只喜鹊在我床头报喜，我就知道今天一定有好事发生。没想到是婉婉来了。我爷爷旅游去了，特意嘱咐我有事没事就多来这里陪陪您，也交代了让我帮您物色的事儿。他叫江北雨，是我是他朋友。爷爷好。好，孩子好，来坐。小伙子也姓江，家里什么情况啊？家中父母双亡。哦，是个可怜孩子。不可怜，男儿当自强，都长这么大了，自己一个人也可以顶天立地。江荣的眼神里露出了欣赏。那你是做什么的？他刚来魔都，我打算今后让他来我公司上班，和叔叔一样做自媒体。你是婉婉带来的，我觉得你的人品一定有保证。我就2个要求：一个月你必须来看我老头子2次；2，你和你的子孙后代必须写进我家里的族谱，为我养老送终。你愿意做我的孙子吗？江北雨看向了秦婉，思索片刻，最终朝江荣点了点头。老爷子，我必须跟您坦白一件事。江荣看着他。你说。我因为特殊原因，并没有这里的身份证。没问题，小事。从此以后，你就是我江荣的孙子，我们江家的人。江北雨意外，他也没问他是什么特殊原因。从江老爷子家出来已是下午4点多了。今晚准备回家，江北雨牵了牵他袖子，给他看手机屏幕。屏幕上是一个巨大的摩天轮，五光十色。婉婉，去这个。今晚还以为他忘了这件事呢，果然是孩子心性。刚才和江老爷子交谈的时候，不是沉稳得很吗？说什么男儿顶天立地，结果在他面前就变成了一个小屁孩了。还坐吗？要等2个小时。门票我已经在我们出发时就买好了，应该快轮到我们了。他打开手机，给他展示了一个2维码。哟呵，挺溜啊，老铁。婉婉的车是粉色的，一定最喜欢粉色。并不是，我喜欢黑色。这车是马叔叔送我的，他喜欢粉色。怪不得，那下次朕送你辆黑的。你挣到钱再说吧。先生，这是您点的外卖。婉婉还有3个人就排到我们了，你先喝杯咖啡。觉得挺快的嘛。行了，到我们了，走吧。他们一起走进摩天轮的轿厢，有工作人员过来关门，接着他们的轿厢徐徐上升。这还是秦婉第一次坐摩天轮，此前好几次开车路过这里，对这里没有半分动容。他以为他这辈子都不可能做这玩意儿。江北雨倒是很开心。婉婉，朕之所以答应入他族谱，做他孙子，就是想在你的世界也拥有一个正儿八经属于自己的身份。我可以拿这个身份在这里堂堂正正的娶你，得到你家人的认可，和你结婚，拍婚纱照，履行这个时代的男人所有属于丈夫的义务和职责。在江国，朕肩上肩负百姓对国家的责任，无从选择，但在这个时代，朕是可以与你一生一世一双人的。秦婉心头一颤，发现他说最后一句话时眼尾稠红，嗓音里带着哽咽。忽然一阵大风，轿厢猛地一晃，他一把抱住了他。婉婉。轿厢晃了许久才渐渐平稳下来，
而在这其中，他一手紧紧握着扶手，一手抱着他，呈保护的姿势。秦婉觉得自己纵有一颗石头心也该化了，毋庸置疑，这个男人他是真心喜欢自己啊。可是，你是江国的皇啊，能把自己一劈为二吗？可是这里的12天才是江国的1分钟，这还可以陪你很久很久。可是，你能保证自己在这其中不会老去吗？如果你一直在2个时空里穿梭着，在你臣子的眼中，会看见他们的皇比常人更快的老去了。几天过去就老了很多，这不是很可怕吗？江北宇怔住了，这是他没有想到的。就算这样，就算会这样，朕也愿分出朕1半生命的时间给你，这是朕能为你做到的极致了。所以，婉婉愿不愿意原谅朕，再给朕一个机会？顶谁都会画，关键还是要看你怎么做的。江北宇一把将他搂进怀里。朕会让你看见的。我只是答应你，再给你个机会看你表现，谁允许你对我动手动脚了？他在他耳边说了一句，轻轻地把他推开了。他抱着臂，好似独自望着窗外的风景，嘴角却不由自主地微微扬起。另一边，马叔叔和冷冽也才刚刚回来。叔叔的祖籍在苏氏，所以陵园在苏氏那边，驱车比较远。爸妈，我是冷冽，叔叔的夫君，叔叔嫁给我了，我会替你们好好照顾她的。头顶上的树被风吹得哗哗响，好像是在回应。冷冽起身时，身上的一粒扣子掉落在了坟头。嘿，我爸妈呀，记住你啦！你要是敢对我不好，哪怕是在江国，他们也能循着你的气息找到你。我怎么可能会对你不好？哎，打住啊！这可是我们这边的渣男语录。俩人洗完澡，躺床上各自玩手机。冷冽看到那天在公司看到的那个叫季白的主播正在直播，和另外一个扮成古人的主播在打 PK。俩人在同一个框里互损，嘴很快，礼物哗啦啦的。这种方式挣钱，但不适合我。大哥，你爹江国首富，你就来这边玩玩的，你挣什么钱啊？姐有的是钱。冷冽不想说，他挣钱是想拍婚纱照，给他买钻戒的事儿，就是想给他一个惊喜。皇上也玩直播，我就是随便玩玩的。上次开了一场，才几十个人，我总不能玩的比他差太多吧？哎呀，你可以播你擅长的嘛，比如说啊，教大家学习兵法，或者呢，教大家练武什么的。你的身份呢是将军嘛，就在线练兵，把线下的观众都当成你的士兵，教他们武功。第2日早上8点，秦婉在梦中被一个电话惊醒，是江老爷子的一位助手，约他带着江北宇去派出所登记。江北宇没想到一切这么顺利，这么快他就即将要有这里的身份了。你说，为何江老爷子连查都不查，就愿意让我过继到他这里呢？你怎么晓得他没查呀？以他的能力，昨天一个晚上就能把你祖宗3代查得翻来覆去，明明白白的了。可是，朕并不是这里的人。就是因为不是啊，所以他才查不到嘛。他都查不到，别人就更加查不到。谁不喜欢干干净净的一张白纸呢？他有恩于朕，朕必然会报答于他。他昨日说的条件，朕必然遵守。不多时就回了别墅区。叔叔，马叔叔。马叔叔一会儿才下来，下楼的时候扶了一下扶手，隐约看出有一点腿软。啊，你腿怎么了？哦，昨天爬山爬的。冷冽不动声色的一笑。4人坐在餐桌前，马叔叔说：啊，太阳打西边出来了，你怎么起那么早啊？哦，去给他办张身份证。冷冽和马叔叔都不约而同的惊讶抬头。
皇上打算长待了。得缴税啊！再说，如果要跟他在这里登记结婚，变成合法夫妻的话，是要身份证的。那我可不可以也办一张？马叔叔有些为难，这个该怎么办呢？皇上是认了江家，过继给了江老爷子做孙子，江家给他上的户口，但是江老爷子只需要一个孙子。如果你实在是想要的话，我再给你想想办法。不用了，这挺麻烦的。秦婉心里有些歉疚，他是在古代待他那么好的哥哥，也是他现在用的这具身体的亲哥哥。即便是现在，他可能知道他不是他妹妹，依然没有把这层窗户纸给捅破，把他当妹妹相待。他心里暗暗记下了这个事情。记得孟娇娇的老公也是身份比较特殊，但也和他登记结婚了，不知道用的是什么办法呢？你说我老公啊，他的身份是合法的，他的家族自古就有，后面虽然衰败了，但他仍一代一代的认真延续着，每一代都是他自己，所以他是有户口本的。那如果说一个人从出生到现在都没上过户口，也没有出生证明，这里也没有他的家人，那怎么才能有身份证呢？那你看看还能不能找到他家里的族谱，找到他的族人，看是否有愿意接收的。过去这么多年，而且好像还是个架空的朝代，要找到他的族谱何其艰难呢？无论如何，他还是跟他道了谢。后来转念一想，让他家里接收也可以啊，就是不知道爷爷和他的爸爸妈妈同不同意了。这样冷冽在这里，身份也是他的哥哥。但是这样的话，就要彻彻底底将那张窗户纸给撕开了。婉婉，准备好了吗？秦婉将墨镜一戴，走吧。你这样看得清路吗？结果下了楼，看见从院子外朝他们走来的冷冽和马叔叔，也是一模一样戴着墨镜的造型。婉婉，这也要？不是怕看不清路摔着您的龙体吗？我没有男款，你去把冷冽的抢过来吧。这是这种人吗？一转眼他就走到冷冽身边，面无表情。冷将军，你黑色的眼镜借朕戴一下。冷冽敢怒不敢言，接下来那副墨镜就戴在了江北宇脸上。这么精彩的剧情把你看兴奋了吗？再告诉你们一个更兴奋的消息，新车降价快，买二手车省几万，真香！懂车帝尖货星期天，车还能补1万。那个岛距离陆地100多海里，原本江北宇兴致勃勃想体验一下这个时代的船舶和航海科技，谁知道秦婉和马叔叔把他们带到了别墅区后面的高尔夫球场。一架小型的私人飞机映入眼帘，江北宇和冷冽都很奇怪。这是何物？上次你看到在天空中有个奇怪的大鸟划过，云层里有奇怪的声响，就是这个，这叫飞机，也是这里的交通工具的一种。秦总，辛苦了。便带着大家上了飞机。江北宇在临窗的位置坐了下来，心里有点忐忑。根据婉婉刚才的描述，也就是说这玩意儿它能飞。可是那么笨重的一个铁盒子又怎么能飞呢？不多时，飞机在草场上奔跑起来，起初感觉和坐在车上没什么区别，后来速度越来越快，越来越快。冷冽也觉得不可思议，拿出手机隔着舷窗拍下了这壮丽漂亮的风景。原来这大铁盒子真能飞起来，还能飞这么高。婉婉，你能不能开下窗？趁很早的时候就想摸一摸白云是什么样的了。这会儿皇上就不怕了，不怕掉下去了。江北宇咳了咳，皇上如果这会儿开窗的话，高空气流就会让我们全部归西了。哦。秦婉看着他失落的神情，又解释地说，不是，这会儿我是真的没骗你啊。朕知道婉婉对朕这么好，又怎么舍得骗朕？
后排的冷冽憋笑憋得好辛苦。马叔叔掩嘴偷笑。飞机落地后，几个人拉着行李箱子去了岛上的别墅。冷将军，这个地方倒是不错啊。岛上很晒，冷冽只能一边用手放在额前挡太阳。冷冽了一声。江北宇和冷冽换上了沙滩裤，找了个树荫坐下钓鱼。看见马叔叔和秦婉抱着冲浪板往海中走去，看着他们畅快自在地在海上遨游，手上的鱼竿瞬间就不香了。不过他们的目光很快被别的东西所吸引。沙滩自行车，看着有俩人骑着双人自行车从俩人身后的沙滩经过，江北宇和冷冽俩人相互对望了一眼。江北宇模仿着别人的样子坐上了车，双手握着车把，试图蹬脚踏板，可他另一只脚还没来得及踩上去，车就失去平衡，只好用一只脚撑着地。他狠了狠心，将踏板往后晃了半圈，用力一蹬，车摇摇晃晃地往前骑去，可手上的车把却不听使唤，扭来扭去的，眼见就要摔倒。还好冷冽眼疾手快地抓住了后座，稳住了。冷将军，你帮朕扶着后面，朕在前面骑。遵旨。啊，婉婉，你快看！秦婉往岸上一看，就看到了这哭笑不得的一幕。江北宇越骑越顺，也就越来越快。冷冽跟在他后面跑，想着他夺墨镜之仇，就偷偷放了手。江北宇便一个人在前面骑着，起初他还觉得很舒适，尤其是完全驾驭了这个二轮车之后，扑面而来是令他畅快的海风。可骑着骑着就发现不对劲儿了，总感觉少了点什么。他回头一看，啊，这冷将军人呢？冷将军，该死，这玩意儿要怎么停下来呀？冷冽，朕让你扶着，你却偷偷给朕放了手，朕摔了怎么办？快过来！皇上，您骑得很好，继续。冷冽，你等着，等朕回去就砍了你。这里环岛是一个海鲜养殖基地，有许多帝王蟹、海鲈鱼、波龙、象拔蚌，晚上呀我们就能吃到了。这个岛上离陆地那么远，该有的设施一应齐全，是怎么做到的？光是电就是一个问题。看到那几个大风车了不？海上风大，这座岛呀是靠风力发电的。还有啊，那些别墅的屋顶也全都是太阳能板。除此之外呢，岛上还有备用发电机。那水呢？啊，岛上有淡水处理系统处理海水，不过呢，饮用的水啊是靠船运过来的。江北宇点了点头，冷冽若有所思地看了他一眼。晚餐是烧烤和海鲜。伴随着天色渐渐暗下来，露台上的氛围小灯亮了起来，一闪一闪的。江北宇知道玻璃瓶里的是红酒，和婉婉已经喝过几回了。对于另外一个瓶子里的可乐很是好奇，拧开一瓶倒在杯子里，看到杯子里滋啦上升的气泡，一下子站了起来。酒里有毒？没事的，这饮料就是这样的，你尝尝。江北宇尝了一口。冷将军，朕感觉有东西在朕的舌头上跳舞，麻麻的。臣尝尝。冷冽不拘小节，欲拿起江北宇的杯子，却被他率先夺去了，嫌弃地说：“你自己倒一杯，朕有洁癖，别喝朕的杯子。”马叔叔笑得整张脸趴在秦婉的手臂上。秦婉却想起，似乎很早很早的时候，好像才刚出冷宫的时候，狗皇帝就用过他的杯子喝水了。那时候那个洁癖在哪儿呢？有洁癖还想沉的墨镜，早知今日下午就让你摔死。你在说什么？什么死不死的？啊，臣是说这个好喝的要死。秦婉夹起了一片三文鱼，在醋里蘸了蘸，避过了一旁绿色的奶油。你怎么不吃这个？啊，这是抹茶奶油，最好吃的自然是留给皇上的呀。冷将军，你替朕尝尝。冷冽一言，用象拔蚌刺身蘸了一点放进嘴巴里，面不改色，点点头赞道：“果然是醇香无比，
江北宇看了看冷冽，自己也拿筷子挖了一团放进嘴里，一吃整个脸都变了。呸！他和冷冽不约而同地将嘴里的东西吐到地上。江北宇感觉脸上噌的一下像起了一团火，连鼻腔和喉咙里都呛得他眼泪直流啊！冷冽，你有种！等朕回去就把你脑袋给砍了。那臣就不回去了。你敢？你老爹还在江国呢，还有整个冷府，你都能丢掉了吗？我爹也是青青的爹，皇上敢动一下试试？啊，来吃菜啊！羊肉串再不吃啊，就要烤糊了。秦婉重新给自己倒了杯红酒，晃了晃。冷将军怕是还没有睡醒。江北宇，吃都堵不上你的嘴。小奶狗被训不说话了。冷冽用手扒了2只大烤虾，一只放在秦婉的盘子里，一只放在马叔叔的盘子里。谢谢哥。冷冽不在意地笑了笑。冽，我会永远把你当哥哥，但是今天我必须向你坦白一件事儿。闻言，江北宇和马叔叔不约而同地抬起了头。冷冽平静地注视他。他一口闷了杯里的红酒。其实我不是你的妹妹，我叫秦婉，我和马叔叔一样，都是这里的人。当初通过话无意闯入了那个地方，他为了找我，接着闯了进来。这就是为什么他当初会莫名其妙地出现在皇上戒备森严的寝殿里。对不起，我不知道为什么过来之后就和冷青青交换了身体，所以我现在是他的身份，而他不见了。对不起，如果还能找到他，我会想办法和他换过来。如果找不到，那我就是你的妹妹。傻丫头，你是不是我的妹妹，我还不知道吗？婉婉，你就是我的妹妹冷青青啊，你才是真正的冷青青。秦婉瞬间懵逼了，冷冽眼中的兴奋不像是装的，他放下了手中的可乐。你还记得你和皇上第一次来冷府，我们在冷家种满睡莲的湖边说的话吗？你说你记得小时候那片地方还不是我们的府邸，你和我经常来这里抓虾、摘莲蓬。小时候踩着一裤脚的泥巴回去，那是在我们6岁以前的事了。6岁以后，你身体不好，娘亲根本不会让你下水。还有，你和叔叔说过，我们小时候去别人家做客，2个人躲在石头后面分樱桃吃，这也是我们6岁以前的事。冷冽定定地望着他，笑容和煦。之前的那个妹妹不记得自己6岁以前的事，当你说出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就知道是你回来了。什么？对不起，不应该瞒你这么久的，我怕这件事说出来你会接受不了。可现在看来，到了非说不可的时候了。马叔叔和江北宇再次倏地一抬头。小时候你骑马摔到后脑，一直昏迷不醒，每一个大夫都说你没救了，但是娘亲和爹爹不愿意放弃，因为你自小就聪明伶俐、活泼可爱。你出生那短暂的6年，给家里带来了不少的快乐。后来娘亲去求神拜佛，寻了一个有名的巫医，在他家门前长跪不起，最终他答应救你。但他说现在的医术水平有限，要把你的身体送到一个医术更为发达的地方去。可是后来他失败了，你流血的身体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但是娘亲依旧不肯放弃，日以继夜地守在你身边照顾你，用千年参汤吊着你最后一口气。后来奇迹出现了，你的伤口逐渐愈合，也醒了过来。但是醒过来之后，你像变了一个人，自卑、怯懦，以前的事也不记得了，
再也不像往日那般活泼伶俐的模样。我们以为你是伤到了脑子，能活下来已是不易，便没再计较。但后来我找大师问过，他说兴许是当初的巫医失误了，他的确给你做了调换，但交换的是神魂，而不是身体。秦婉听完只觉得浑身的血气逆涌，所以她才是真正的冷清清，那个现在失踪的女孩才是秦婉，她原本就该是这里的人。信息量太大了，她身子晃了晃，直接晕了过去。醒来已经回到房间了，江北宇用毛巾擦拭了一下她的脸颊。感觉怎么样了？要不要喝点水？秦婉点了点头。江北宇立刻倒了杯温水递给他，他起身咕咚咕咚地喝了2口，然后忽然抬起头，睁着眼睛望着他。我到底是谁？又是换了一次，1年前又换了回来。现在你严格意义上讲，你完完全全就是冷清清，你就是冷冽的亲妹妹。江国是你出生的地方，现在冷冽的父母就是你的亲生父母。你只是因为意外，6岁那年灵魂暂时来到这个时代。当然，你还有一个重要的身份。江北宇勾了勾唇角，你还是朕的冷妃，朕的小祖宗。我不是，我不知道，我还没答应嫁给你呢。在那个时代，无论你答不答应，身为冷府的千金，冷将军的妹妹，适龄就要参加选秀，只要朕选了你，你就是朕的妃子。如果没有经历6岁那一遭，你仍是冷清清，那你现在也一定仍然安安分分，是朕宫里的妃子。那万一我逃婚了呢？在你眼里，朕就这么不堪，让你宁愿丢下父母兄长，罔顾族人死活，都要逃婚吗？可如果我是冷清清，那这里的父母怎么办？他们养育我这么多年，早就把我当成亲生女儿了，我是不可能割舍下他们，回江国做你的冷妃的。而且他们的女儿现在又在哪里呢？婉婉，朕的承诺不会变。朕说过，如果你割舍不下这边，朕会用自己剩下的1半的生命时间陪你，还有1半，朕必须给江国的百姓。时间不早了，睡吧，明天要回去了。半夜，秦婉实在失眠，睁眼看见房间灯已经关了，月光洒在落地窗外面的露台上，也洒在房间里。枕边，江北宇已经睡着了，虽然同睡一张大床，但他规规矩矩地睡在属于他的那半边。月光下，他的皮肤看上去更白皙了，鼻梁高挺，好奶呀！睡着之后更觉得奶乎乎的。秦婉端详了一会儿他，平躺着，看着天花板，就感觉今晚好像一场梦一样。怪不得马叔叔是身穿，而他是魂穿了，穿来穿去都是这副身体，原来这才是他自己的身体呀。冷将军跟朕比试一下，看谁先游到对岸。好。你们衣服不脱就下水啊？得换上泳衣才行。泳衣？我们没带啊。管理把他们带到了更衣室，里面有一条吸水的白色浴巾，一条为客人准备的一次性泳裤。皇上，还比吗？入乡随俗，入乡随俗。俩人换上泳裤，又遮遮掩掩地来到浴室前，脱下身上的浴巾，都相互偷摸地瞄了一眼。冷将军自己没有吗？要偷摸瞄朕？臣才没有，臣正大光明的。再说，都是男人，计较这些做什么？他们来了。两个男人看见了，都不约而同地扑通跳进了水里。那，好像在池子里。江北宇的冷白皮在池子里一眼就可以看见，像条鱼一样在水里穿梭。旁边的应该就是冷冽。江北宇率先一步游到对岸，跃出水面，冷冽紧随其后。冷将军，承让了。皇上，抢！
江美雨才不会说，她就是知道婉婉在边上看着，卯足了劲儿在游呢。刚才在底下不小心都喝了好几口水了。俩人又游了回去，披上浴巾，看见两个女孩朝他们走来，又不约而同的转身，把浴巾围在腰间，再转回来。两个老古板，游好了？朕赢了，刚才朕赢了冷将军。看到啦。接着在他腹肌上弹了弹。去洗个澡，我们待会儿就出发了。冷冽播了1个多小时，已累得满头大汗。看了下数据，直播间人数1000多人，也赚了点礼物，比上次好多了。有进步就是好的。那兄弟累了吧？其实你长相身材挺好的，完全不用那么卖力。你可以做一个颜值主播的，就像这样。他给他看了条视频，视频上的人起初还正常，忽然之间砰的一个转场，然后上衣就失踪了，露出了身上的肌肉。冷冽的眉毛都要打结了。哼，就是这样的，不同场景的视频你多拍几个吸粉，小姑娘就喜欢吃这一套。你火了之后再直播，就陪那些小姐姐唠唠嗑，来钱肯定比现在快。可是我是有家室的人，我做直播就是想赚点钱，给我妻子买个钻戒，拍一套婚纱照。如果是这样赚来的钱，我想她一定不会开心的。我记得你小子上次还说你老婆是马叔叔，你就不怕你老婆生气？冷冽给自己灌了口冰汽水，忽然发现自己很难跟他解释这个问题。啊，丽丽，季白目瞪口呆。丽丽啊，我的直播加时了，大概7点钟结束，我给你点了份炸鸡，先垫一垫肚子。好。季白揉了揉眼睛，是他魔幻了吗？他怎么感觉好像出了幻觉似的？工作重要，我等你。马叔叔直接点脚，在冷冽下颚上亲了一下。你舒姐，这不会是你男朋友吧？不是啊。季白松了口气，就知道这小子不可能这么好运气。他是我老公啊。季白一整个石化了。等他回过神来的时候，冷冽已经坐下来，打开了炸鸡的盒子，一股香味飘了过来。要不要？季白拿了个鸡腿，坐到他身边。哼，哎呀，不对呀，以舒姐的财力，怎么可能会让你直播赚钱去买钻戒拍婚纱照啊？这不一样，我小白脸啊，用他的钱。有些事儿就该是男人要做的。不是啊，我无意冒犯。舒姐怎么会看上你呢？你是靠什么追到舒姐的？冷冽轻轻撩了撩衣服。他图我的色。秦晚先下班了，江美雨今天下午播了3个小时，赚了2000多，他的确适合做这个。赚的钱很快就要到每个月扣税的标准了，好在他马上就要有身份证了。晚上想吃什么？朕都行，婉婉要吃什么，朕就吃什么。有个很有意思的美食，皇上绝对没有吃过的，想不想尝尝？看着他那双明亮又期待的眼睛，他点了点头。到了。婉婉，要不我们换一家吧？这家卫生好像不太行，茅房的味道都弥漫到店门口了。这不是茅房的味道，这叫螺蛳粉，本身就是这个味道，就像臭豆腐一样，闻着臭，吃着香。真有食物是这个味道？若不是看他自己想吃，他都要怀疑是不是像芥末一样在故意整蛊他了。那朕尝一尝。你想喝什么饮料啊？茶就好。老板，1瓶王小吉，1瓶雪碧，2碗原味的螺蛳粉，加炸弹，鸭脚，再来半个猪蹄。好嘞。看他如此手忍的点餐，就知道他是真的爱吃这个。此刻连店里的臭味都觉得淡了。你看着我做什么？臭婉婉爱吃这个，熏死朕了。秦晚伸手过去，一下就捏住了他高挺的鼻子。
那这样呢？他居然往后一仰，挣脱了，然后张口像小狗一样的咬他的手。今晚都要被他萌化了。这家伙简直是越来越离谱了。那满朝文武大臣知道他们的皇上私下里是这样的吗？江北雨啊，他了一句，你明明知道这里臭，为什么还要陪我来吃螺蛳粉呢？婉婉愿意跟着分享喜欢的食物，这很开心，就跟爱屋及乌一个道理。喜欢一个人，就要陪他做他喜欢的事，和他一起经历过的一切，都是有价值的。来，2碗原味螺蛳粉，小心烫。你尝尝，吃不惯再带你吃别的。好。怎么了？这玩意儿很奇怪，1口臭，2口香，3口4口停不下。朕从来没有吃过这么让朕惊喜的食物。那吃吧。今后婉婉再回江国，要开一家螺蛳粉铺子了吧？正在嗦粉的秦婉顿住了。怎么冷府那边才是你真正的父母，你真正的家？你不会真的完成了与朕的半年之约后就不回去了吧？忽然他想到了什么，一瞬间危险地眯起了眸子。你该不会为了让我留下来，故意跟冷将军合谋编的故事吧？朕发誓，朕完全不知道冷将军说的那件事。昨日朕和你一样，也是第一次听到。秦婉低头默默嗦粉，吃完赶紧回家洗澡。婉婉，给朕吹头发。吹风机在浴室，自己吹。可是朕还不太会用那玩意儿，怪吓人的。那你就站在阳台上吹风，他自己也能干。站在阳台上实在无聊，江北雨打开了直播起让晚风吹头发。由于颜值高，再加上长发有种雌雄莫辨的美感，更重要的是，此刻他上身没穿衣服，虽然镜头里只露到了锁骨往下一点，但足以让人疯狂。此刻，一大堆老公涌向了评论区和弹幕。江北雨，你给老娘滚进来！江北雨火速关了直播，走了进来。怎么了？去吧，把浴室的吹风机拿过来。好了，干了。腿上的小奶狗一动不动，竟然睡着了。如果不是这个电话……皇上，待会儿有朋友要过来，要不要过来吃烧烤？朕不吃。那青青呢？我来啊，马上到。俩人一前一后的走进马叔叔家的院子，冷冽惊讶的看着他。皇上，你不说你不来吗？江北雨狠狠瞪了他一眼，恨不得把他大卸8块。皇上，待会儿叔叔的朋友要来，臣不能称你为皇上了，我们之间暂且以朋友相称。江北雨点了点头。几天不来，你的小院变化还挺大，这么快就添丁了？啊，这是冷冽，秦婉的远房哥哥，我的男朋友。大家都是知根知底的熟人，毕竟在这个世界还没办婚礼，没领证，只能这样介绍。肥水不流外人田啊，怪不得上次我跟他说要给你介绍，他马上就说你已经有了。冷冽腼腆地低下头。那这位是？江北雨那双漂亮的凤眸里露出了期待的目光。朋友。江北雨眼中的光芒缓慢熄灭了。你上次问我的事，我让我老公去打听了，看看他们圈里有没有人需要认义子。如果需要查他的族人，你把所掌握的信息给我，我也可以让他帮忙查。不用了，等我爷爷回来，我跟我爷爷说，看他是否能过继到我家。今天开心聊到很晚，秦婉回到家里已是半醉的状态，找到床就睡了，迷迷糊糊感觉有人搂着他的腰，亲吻他的脖子。
江北宇啊，你电话。他用胳膊肘捅了捅他，他才转醒。接通后是派出所的，通知他去领取身份证。秦婉把他送到离家附近的派出所，站在门口等他，看着他兴高采烈地从里面出来，扬了扬手上崭新的身份证。俩人正要离开，秦婉忽然被贴在公告栏上的大幅告示所吸引。认尸启事。在看清照片和展示女尸随身物品的那一刹，他整个人一僵，脸上血色尽失。女尸的部分地方打了马赛克，可是她身上穿的衣服和随身配饰，他却无比熟悉。这个女尸前天晚上打捞上来的，不知怎的掉到河里去了，泡了1个星期才浮起来，已经看不清容貌了。秦婉一下子握住了江北宇的手，身子抑制不住的颤抖。他是冷清清。江北宇也倏地一脸意外，看向了那张告示。半小时后，冷冽和马叔叔也来到了警局。秦婉坐在台阶上抱着膝，他都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结局。那个冷清清不见了，却是因为失足坠河。冷冽尤其心急，因为虽然知道那个女子不是他妹妹，却也做了10多年的兄妹，在他妹妹的身体里住了这么久，也有血浓于水的亲情。他没有想到自己的妹妹找到了，他却意外离世。得知他要认尸，警察立刻把他带了进去，让他出示身份证。他愣了一下，他没有，而且就算有，也不能拿出与死者有关系的证明。警察是不会让无关人员进入停尸间的。这时，秦婉拿出了自己的身份证。我就是住在这附近的，她很像我的一个远房的妹妹。她也是在几日前失踪了，我们想辨认一下，麻烦行个方便。警察看了眼他的身份证，确认了他的确住在这附近，于是便说：好，去吧。一行4人进了停尸间，纵使做足了心理准备，当掀开白布看到那具尸体时，他还是猛地打了一个趔趄。好在他身后的江北宇用一只胳膊扶住了他，只看了一眼，他就不忍再看。这具身体他用了10多年了，亲眼看见自己的身体变成一具难以辨认的尸体，是个怎样的感觉？冷冽上前仔细看了一眼，神情凝重，算是看他最后一眼，与他做最后的告别。婉婉，这好像真的是你之前的身体，现在要怎么办啊？秦婉拿起了手机，正要打电话，马叔叔握住了他的手腕。你要做什么？这才是我爸妈真正的女儿，我得打电话告诉他们这件事儿，他们也好看他最后一眼。你傻！如果这证明这就是秦婉，那你就要被销户了，你在这个世界就什么都没有了。秦川，你再也去不了了，你不再是秦家大小姐，你将会失去你所有的一切。而且秦家大小姐去世，这是震动股市的大新闻，对秦家也不利啊，慎重啊。秦婉如梦初醒。而且啊，你家就你一个孩子，你爷爷年纪又这么大了，你觉得他们受得了这样的打击吗？你就是在秦家长大的，在他们身边10几年了，你就是他们一直熟知的女儿，你好端端的什么事都没有，去告诉他们你其实不是他们的孩子，他们的孩子死了，不是让他们无端的伤心吗？不如就这样继续将错就错下去啊，就当什么都没有发生过。秦婉迷茫了。哎呀，反正这具身体辨不清容貌，只要无人认领，这件事就无人知道，我们悄悄地把它厚葬了就好了。秦婉整个人六神无主，他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哎，怎么样？是你要找的人吗？秦婉抿了抿唇，不知该如何回答。哎，不好意思啊，脸我们看不清了。警察没有多问，就让他们走了。北北，你说我该怎么做呀？许久他没有叫过他北北了，江北宇有点意外。我心里过不了这个坎儿，总觉得瞒着他们是在欺骗他们，可又不想看他们伤心难过，这样
对冷清清也不公平，她才是真正的秦家大小姐，可她至死都没有和自己的父母相认，死后也无人认她，就在他乡这样孤独的死去了。我觉得你应该理智一点，就像马叔叔所说的，除非这个世界你不想再待了，那么随便你怎么做，朕的处事准则就是，无论什么事，都要给自己留一条后路。道理我是知道的，我还有一点疑惑，就是冷清清她是怎么死的？真的是失足坠河吗？会不会有别的死因？还有，她随身带来的那个粉色锦囊，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认尸启事的照片里，尸体虽然做了部分模糊处理，但是她的手上紧紧攥着那个粉色的锦囊，至死都没有松开。你不要想太多了，他初来乍到，在这个世界肯定没有什么仇敌，大晚上的看不清路，一定是失足坠河的。那为什么他会如此慌乱？会不会来的时候有人在害他？与其你想东想西，不如想想该怎么处理这件事。毕竟他现在用的是你原来的身体，万一被警方查出，那就是秦婉，你该怎么解释你的存在？秦婉一直抱着膝，茫然地坐着，不知不觉已经到了黄昏时分。他今天一整天都没有去公司，思考了再三，他还是拿起了手机，拨通了那个熟悉的号码。喂，爷爷。怎么了，我的小心肝儿？谁欺负我家婉婉了？没有。他理清思路，完完整整地把整个事情说了一遍。对面沉默了许久，久到他以为他挂了，才响起了一个声音：知道了，这件事儿爷爷会过来处理的，你不要害怕，不要担心。要是你一个人心里难过，今晚就住到叔叔家里去。好。婉婉饿了吧？来吃饭。朕刚刚去警局打听了一下，他们现在在查看那条河周围近1周的监控，还调取了女尸的DNA。对，好像是叫这个，提取，然后跟本市的 DNA 数据库做比对，寻找尸体的来源。今晚听他说着，吃着小馄饨，脸色一直很平淡。婉婉，你要不要去打点一番？这样是不是很快就会查到秦家？那就顺其自然吧。你好，这里是户主为秦霄的秦家吗？秦霄是他父亲的名字。秦婉点了点头。有些事情我们需要调查一下。进来吧。江北宇见状，悄悄走到一边，给马叔叔打了个电话。哎呀，请问户主现在在何处？你与户主的关系是什么？户主由于生意关系，一年有大半的时间都在国外的，有什么需要配合调查的，问我就好。我是户主的女儿，秦婉。听到这个名字，在场的所有警察面面相觑，露出诡异的神色。倒是秦婉一脸淡定。这个……此刻坐在电脑前的那名警察眼凌乱了，甚至觉得背脊发凉。我们这边有一段监控，需要你确认一下。好。那个警察硬着头皮摁了播放键，可以看到画面中一个穿着白色睡裙的女孩匆匆忙忙地从秦家的别墅里跑了出来。由于是夜间，画质有一些模糊，但依然可以辨认出画面上的女子和眼前这个淡定看着监控的女子容貌十分相似。秦婉仔细地盯着屏幕看着，甚至可以看到画面的最后，马叔叔那时远远骑着平衡车过来，刚巧与他错过了。要是早那么一点点，说不定可以遇上他。